如果样本验不过怎么办呢？样本该换，人家科委花钱用很久了，现在这个急呀，是不是你的样本有污染到？你检验的时候是对的吗？表都坏掉了，数据还是可以测得出来。照昨天的数据啊，上级的问题是下主要承担，那些主管只领3万多块钱，就要我们去篡改那些报告，我们治安未还销也是第一个被波及的，因为在检察官眼里，我们是应作为而不作为。其实大陆很早之前就注意到苏丹红这个事件，早期2005年大陆那时候美商的食品业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按照美方标准，还是由美方那边进口进来的。化学出口品出去以后来讲它就是化学用，就你把它将你感冒怪我了。9000公斤苏丹红辣椒粉全部做成沙茶酱，总共将近9000公斤销往南投的金福华食品，全部的沙茶酱已经出货，没有库存。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现在是以台湾的法律来讲，是根据法律，每一个公司都要配置治安人员或者是环保人员。那环保人员又分成空水废毒。那正常来讲的话，在公司里面通常是水处理专责人员跟废弃物专责人员。然后现在的问题是说，因为苏丹红发生到现在，因为我稍微接触一下那个环保法律上，它是空水废毒当中毒，就是毒性化学物质及关注性化学物质的第4类毒化物。正常来讲的话，因为根据法规，我们要做 SGS 检测 ，SGS 检测在法规里面，我们要根据那个项目，我们要做。应该要做这些检测，有些公司就是有些 SGS 明明那些主管只领3万多块钱，就要我们去篡改那些报告。然后一些报告在法规上面是有刑法的，因为每次公司发生什么爆炸啊、火灾啊，或者是什么废水乱排啊，或者废弃物乱处理啊。我们治安未还销也是第一个被波及的，因为在检察官眼里，我们是应作为而不作为。如果苏丹红这样子第4类毒化物、毒性化学物质及环保人员被波及，就公司自己乱搞，为什么反而是我们遭殃？我几个同学啊，他们是在环安会里面，上级为什么要求你改数据？因为很简单，你很多环安会是需要投钱进去，你那个设备要投钱进去，环保设备是很花钱，检测的实验室也很花钱，大部分就拿去 SGS 验一验嘛。可是大家也知道 SGS 验一验，样本是样本。实体是实体嘛？如果样本验不过怎么办呢？是样本有错吗？不是样本有错，是样本该换了。那如果还是验不过怎么办呢？再换。那假设还是验不过怎么办呢？但是好像有一些数据验得过了，哎呀，那是很简单啦。这时候实验室就觉得说 OK 啦，尤其有些长官就会跟他们讲说，人家科委花钱用很久了，现在这个急呀，会过的啦。你那个有没有洗干净？是不是你的样本有污染到？你检验的时候是对的吗？然后的报告就出来了，OK。报告很漂亮有几个极端值，让他放心好了。那个是污染的问题，那个是非常规的数据，所以我们把它挑掉了。那当然他不会这样跟你讲，当然他就会告诉你说，有这个状况。这个就是现在台湾的环安会的现状。环安会是非常花钱，可是政府的稽查呢都是书面报告，一大堆呢官员根本也不懂。也没有任何环安会的专业就算有好了，是真的有这种一线经验吗？可能也没有。这里面又牵涉到很多环安会出去报告的时候，他有时候检验他不见是科学，他还需要学者去撰写报告嘛。需要学者撰写报告的时候，到底是花个几千万到上亿至少几千万，随便一台这种环安会相关的这种，就比如说废水回收机或者是净化机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要让整个公安现场回到符合这个毒物的那个现场，符合到可操作标准，这些机器动辄可能几百几千万，至少就2000万几千万跑不掉嘛而且它后续维运还要钱，对吧？完全新搞的，搞不好就甚至搞好一点，整套弄下来破亿，很多都有机会的，因为有时候工厂大嘛，它需要很多东西。好，那养一个学者或有2个学者，一年要多少钱？现在60万，据我所知，差不多嘛。研究案大概60万，差不多嘛。研究案嘛，那你说不对啊，学者直接拿钱不，学者不是直接拿钱，但不能算学者收了，学者在学校教书，怎么可以直接给人家钱，对不对？那当然很简单。这个时候呢，学者写报告，但是就会有一间这个公司，他们来负责投标，或者负责开发票，那这时候钱就可以报销了。这时候如果要联络的时候怎么办？老师不好意思那个报告那边再帮我们加强一下。政府一开始爆发出来苏丹红，他并不认为是毒化物，到最近才突然在新闻上改口说对，它是第4类毒化物，他是之前是完全不认它是毒化物。
很夸张啊，超夸张，因为他第一时间他说这个不是致癌物啊，这个茶跟咖啡的致癌属性差不多啊，结果被人家爆料嘛，那个开第一枪我记得是那个苏一峰嘛，苏一峰还是那个谁啊，就跳出来哦，根据严中海医师、严中海主任的说法，哦，这个致癌属性呢是跟茶跟咖啡差不多的，好，他去给他剪辑，你知道吗？他这个剪那一段，然后把它inside到那个报道，而且呢，他们很贼，他们不是拿最近跑去督麦问严中海哦，他们是拿严中海几年前在某个采访中讲到这一段当中，把它剪辑出来，然后放下去。而且这一次为什么人人自危？因为很多都是知名的店家，而且是极热门的品项嘛。比如说像极少那一位啊，对啊，你知道我今天本来想要去买那个八方云集，突然想起来，不行，因为大家想哦，八方云集我最爱吃的韩式辣味锅贴就中枪了嘛。那我就想，靠，那咖喱锅贴也会中枪吧？因为只要有黄色、橘色、红色，这个都是苏班红的所备范围啊。所以有人说，怎么可能胡椒粉也中？对，就是中了。因为胡椒粉要让它看起来，对不对？那个白色不能太白，它也会带一点象牙白，对不对？我们吃胡椒粉如果太白，你会觉得那是工业产制品嘛？那个带一点那种象牙白那个样子，就觉得那个白胡椒粉是高级胡椒粉，对不对？你看它里面也是掺有苏丹红。那些学者如果到现在，如果之后有任何问题，那些学者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反正责任是我们这些毒化物专责人员的事情。在检察官认为那些学者是公司聘请的，跟公司没有任何利益相关。可是你作为第一线的人员，因为我们在长财公司嘛，那我们就是站在检察官，我们是执行人员。那执行人员就认为说是你做的，是你下令的，那你怎么没有做好监督？那你是不是应作为而不作为？那学者没有事情，反而是我们这些毒化物专责人员是有事情。但我还是有同学在第一线，然后他也有跟我分享过，他说那个表那表都坏掉了，数据还是可以测得出来，厉害吧？我说太扯了，表坏掉怎么测出来？我一开始还傻的，你知道吗？我就说，表坏掉怎么测出来？干你们是有自己的其他仪器，说而已啊，抄昨天的数据啊。对，然后上下自己正负0.5这样没错，至少看起来不是说你都是0.00那么好看，就是没有。他说越新进来的越混，整个风气已经烂掉了，大家都这样干。然后他说他还会在那边调数据，还会因为表坏了报修，公司也不修吧，又没钱嘛，就公司就觉得要修就先修产线的东西，谁跟你修检测的东西？那检测有没有检又不会死人，对啊，好，那报修没得报，他只好自己掰数据。他说他还会在那边参酌啊、掰一掰啊之类的。他说他们新进来的那个新的同事就年轻人更年轻的，他们懒到每天都一样。他说干你这一定会出事啊！果然后来出事那些人就被调查了，因为都长一样嘛，就第一时间卫生局会他会推责任嘛，就说你就是你们第一线抄表人员有问题。那问题是我们这些人员在法律上我们是幕僚人员，并不是第一线，就是幕僚人员。可是却被法官认为是我们是第一线人员。那长官都不用负责吗？长官就说都是你的问题啊，因为做的是你啊，所以你现在就是说要工作的时候必须要留有文字记录，就是说我有发生的问题哦，我有尽告知义务哦，但是是长官在做的哦。上级的问题是下主要承担。这次苏丹红事件发生，有人是想要帮忙那个台中市的那个东西带风向嘛，就台中验台糖猪肉的问题，一堆人就说是大陆过来的，他的那个胡椒粉什么东西在里面嘛。然后我后来去翻了一下，其实苏丹红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大陆在最早2005年，如果你看到第一张图有没有？对，他那个肯德基那边就被抓到了。而且他那时候大陆的食品供应商，因为早期2005年大陆那时候美商的食品业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按照美方标准，还是由美方那边进口进来的，所以他们也没料想到，既然苏丹红这个东西进来加进那个纽奥良鸡翅跟那个部分里面，其实大陆很早之前就注意到苏丹红这个事件，我还以为是最近大陆抓到，就不是2005年就是这个问题。像之前美国还有控诉大陆提供什么化学品让他们到美国之后会制毒，可化学出口品出去以后来讲啊，它基本上就是化学用，进口第一次后来讲它要拿来干什么，你就完全不知道了。可是他们后来为了要推广责任的话，就说你看都是大陆过来的，大陆觉得说我给你的是要让你做化学用，就你把它加进感冒药还是加进什么东西，那怪我了，反正就甩锅，对不对？所以一开始苏丹红事件来讲，他们其实一开始有人是想甩锅到大陆，你看大陆很坏，他们那个毒食品又进来，想要去洗地那个台中事件嘛。第一时间他要推给大陆的时候，他是说去大陆进口劣质辣椒粉，结果后来变成劣质原材料，
再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了原来是台湾人跑去大陆开公司，造叶子辣椒粉进口台湾，然后全部都是同一家族的。食安这种问题我就觉得有点感慨，就是说台湾这么多年过去食安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危害有多大。台湾不是那个喜胜王国第一名，对？你看之前来猪还是什么东西来讲的话，就有绿营的东西就出来护航，说这个东西有坏的地方很正常，我们是按照欧盟标准什么东西标准，不要讲青蛙就好。就我们后来就跟他说，那我砒霜稀释1000万倍，然后每天问你一点，你要不要吃？食品加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是我们躲避不掉。可是问题是你政府就是在食安问题要去弄，你老百姓其实长期喂毒下，我们的肾很忙。今天有什么西布特罗，然后明天有莱猪，后天有什么塑化剂，今天要搞进来一个苏丹红不要吃很多，我肾都可以代谢掉来讲啊，那我就不懂了。你今天是10几种毒物在里面来讲，因为毒食品是不会挑蓝绿的，因为你什么政治立场就不会的。然后造成我们老百姓的结果是，一旦家里有人洗肾，甚至得癌症那个部分来讲的话，是造成很多家庭悲剧的。你慢性杀我父母来讲的话，你就是我的仇人嘛。巧心也是在针对那个食安办那个主任去讲这种话。你要大陆基本上来讲的话，重中之重，他有那个3军氰胺事件被人家黑很久啊，所以说他后来食安来讲的话，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人权，你这种会损人家庭，造成人家家庭的悲剧来讲，等同于杀人。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他就是判死刑。政府在食安这方面来讲，要硬凹就对了，不要什么东西都要推给大陆那个什么东西的话，那我是觉得那这个政府就完全没救了。你敢找大陆追责吗？我们的海关不是摆设，东西进来你不检验，大陆用空军还是什么东西跑到你台湾逼你台湾人吃呢？不是啊，是台湾人的厂商引进来的，那你台湾政府就是要把持。帮话说真的好，你一直去嘴大陆、臭大陆来讲话，你比大陆还不如啊！因为台湾有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叫专家这种学者对这种专业人士的崇拜嘛。那可是这些专业人士代言啊，什么现金啊，那个研究经费，你觉得他们讲出来的话大家都是一伙的？所以说当然就是官官相护啊。苏丹红政府要一直洗地，这件事情好像扯到南部瓜大金主民主根本就是那些资产家说话的嘛，他们在帮金主爸爸洗地嘛。因为每一次事情我不帮金主爸爸洗地，居然大家都认为这没什么，那要法律什么随便乱判都没问题了。可是他们每一次这样子公然的侮辱大家智商，最后的结果就会导致社会整个不信任。我们也是需要花时间在这些所谓的自诩为专业人士的人身上，本身自己根本一点都不中立，完全把自己的专业当放屁，在那边拿自己的头衔在那边在一本正经的胡乱。我们一打他就你不尊重专业，不把自己的专业当一回事，在那边喊说什么苏丹红没什么，就像喝茶喝咖啡一样。你还记得有一个专家叫招明威，新北卫药案的时候当场自爆，把自己的专业完全放在地毯上践踏。其实这是台湾今天这个很大的一个现象在整个现在台湾的社会理论来讲，他是对于专家或对于这些教授、对于这些学者们是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是很正常。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勤勤恳恳的工作，为了他们的事业而付出，为了他们的专项领域而努力的时候，他们所说出来的话应该是让社会有可受公平的一个或者是可以参考的依据。可是可悲的是，现在台湾出现一个状况是，有一大堆的专家，他背景可能就是执政党的打手，然后出来就专门帮执政党护航的，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违宪啊，不可能啊，你讲的是错的啊，我讲的还是对的啊。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就说，你看你们都不懂啊，我们就懂，我们做都是对的啊。不作为还是无法作为。人家问他们说，你可不可以1个月内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保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员不用负责任，所以他们可以拼命的乱花国家的钱，然后也可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9000公斤苏丹红辣椒粉全部做成沙茶酱，55块卖139家厂商，留下各大餐厅这一次查出来的是这个金赞公司违法进口含苏丹红辣椒粉，总共将近9000公斤销往南投的金福华食品然后呢，南投在现场只稽查到13.22公斤，也就是说，全部的沙茶酱已经出货，没有库存，吃光光。现在已经通知下来139厂商，看看可不可以收回那另外呢，金泰公司将2.1万公斤含苏丹红辣椒粉销往销售厂商9个县市，有哪些呢？比如说呢，高雄这个北市台北市、桃园、新竹、南投、台中、彰化云林这个都查出来各家都有查出来。另外，南投县卫生局表示呢，经查下游业者为金福华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南投厂所以要立刻来启动来稽查。所以你看这个规模还是这个量，真的是。